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前几年，很多企业抱着低风险高收益、先下手为强的想法，兴冲冲地杀进了印度。结果万万没想到，赚的钱还没捂热乎，就被印度精心准备的杀猪盘给盘完了。甭管你日企、韩企还是中企、美企，只要来了就得被薅一波，验过就得拔毛。就说大伙熟知的，从谷歌、亚马逊到诺基亚、三星、小米，有一个算一个，都被特殊关照过。一张天价罚单下来，让你赚多少吐多少。小米被罚62亿元卢比，三星被罚6.01亿美元，大众被罚14亿美元。关键是大众在印度的总销售才22亿美元，净利润更只有1100万美元，等于要在印度白干10年才能凑够罚款。你说罚款也得有恰当的理由吧？底子够干净行不行？不行。你跟他讲法律，他就跟你讲道德；你跟他讲道德，他就连夜修改法律，让你被动违法。所以说，外资火葬场这个称号是印度自己凭实力打下来的。那么，印度究竟是怎样盘剥外资的？又是如何玩一手税收恐怖主义的呢？这段时间，印度的日子恐怕不太好过。根据印度央行7月底发布的数据，今年5月，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仅剩3500万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环比暴跌99%，同比暴跌98%。几乎在同一时间，华盛顿对印度进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的最终税率也敲定了，是25%，高出日本、欧盟10个点，菲律宾6个点。消息公布出来后，印度的 FDI 估计还得再跌一场。毕竟，布局印度的外企多为出口导向型产业，美国是印度的第一大出口国，而印度经济有20%以上依赖外贸，所以这么被特朗普一搞，印度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好过。要换做一般国家，高低得替他唠几句。但这次印度落难，几乎没有人为此感到遗憾，世界各国媒体都是清一色的暗喜。英国金融时报更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落井下石，发文痛批印度当局大搞税收恐怖主义，说特朗普这是为西方世界出了口恶气。啥叫税收恐怖主义？说白了，就是某些国家滥用税务职权，以不公平、不透明的方式，反复无常的征税、追税、查税，让企业疲于应对。当然，这里的恐怖主义并不是指真的极端暴力，而是形容恐惧和不确定性。要的就是让企业永远无法预测自己的潜在风险，就像有个恐怖分子时刻准备阴你一样，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手，更不知道他会在哪里出手。这词套在印度身上再合适不过。统计显示，有72%的在印外企将监管风险列为自己的最大经营障碍。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更是将印度列为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根据印度人自己的统计，近20年来存在争议的涉外税务罚款就超过了1200亿。为什么会存在争议？因为印度的罚单主打一个无法可依。他们的税法经常朝令夕改，今年修的条款居然可以适用昨年已经完成的交易。过去合法的事情放到今天照样有权收拾你，总之就是毫无公信力可言。企业要敢申诉，印度政府就修改法律让自己胜诉，如果实在胜诉不了，那就硬拖，逼你私了。你知道印度平均一起外资税务纠纷要审理多久吗？5.2年，而且胜诉率只有不到15%，谁耗得起？而且印度政府还特别小心眼，你永远不知道啥时候会惹上官司。像2年前 BBC 拍了部纪录片，里面就影射了莫迪几句，结果第2天一大早，分公司楼下就被警车团团围住，税务的人从车上下来，杀向办公室，把员工的手机电脑全部扣走，备份留档。纪录片也全网下架，高管每人罚款1140万卢比，理由是涉嫌避税。除了英企之外，美企也深受其害，其中有不少还是特朗普控股公司。所以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这次对印度加征惩罚性关税，不仅是在惩罚印度跟俄罗斯走得太近，购买受制裁的俄油，更是在公报私仇。毕竟美企这些年在印度吃过的亏，没有几亿也有几千万了。从微软、通用再到亚马逊、思科，无一例外全都印度钱、印度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一张天价罚单下来，让你赚多少吐多少。这一块，近期美国企业最有发言权。今年7月，美国简接资本就被开出了5.7亿美元的天价罚单，理由是涉嫌系统性欺诈。简接资本堂堂一家量化巨头，全球最大的做事机构，怎么就成诈骗集团了呢？说白了，他们只是把华尔街那套搬到了印度，略施手段收割散户而已。本来国际通用合理合法的事情，没想到竟引得印度证监局不爽。起初简接资本理直气壮，因为他们心里门清，自己这么做虽然不太光彩，但也谈不上违法犯纪。毕竟资本市场尔虞我诈，赚多赚少本来就各凭本事。再说简接也不是啥野路子，妥妥的正规公司，业务遍布全球。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纽约到伦敦都这么干，怎么到了你印度就犯法了呢？但印度监管层显然不知这一套，给出的理由也挺简单粗暴，这不是合法套利，而是系统性的市场欺诈，属于违背良心的投机行为。潜台词就是你赚了这么多，不给我们分点，还试图转移出境，这就是原罪，不罚你罚谁？于是印度证监局开出了史上最狠罚令，将简接资本定性为不具备商业道德底线的欺诈机构，没收全部收益，永久禁止在印进行任何交易。
同样合法但被道德审判的还有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那是在2007年，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花了上百亿美元间接收购了印度一家电信公司。为了避税，双方提前在开曼群岛注册了公司，通过开曼账户完成交易。开曼是非常有名的避税天堂，跨国公司这么操作很常见，但作为业务所在地的印度却不干了。当地税务部门寻思，这就是在侮辱我们印度人的智商，是不道德行为，于是直接给沃达丰补开了一张26亿美元的罚单。沃达丰当然不认账，因为当时印度税法没有这项规定，不道德的指控更是压根不成立，于是就民告官，一直告到印度最高法。然而这么好判的官司，居然硬是拉扯了好几年，才让沃达丰胜诉。得亏沃达丰是大企业，要换做一般的小厂，哪怕占理也只能认栽。这还没完，宣判结果下来，印度税务部门非但不道歉，还跑去国会游说修改法律。总之，你跟他讲法律，他就跟你讲道德；你跟他讲道德，他就修改法律。印度国大党很快就通过了一条新税法，最离谱的是，这条法律的追溯日期居然从1961年起算。新法一通过，税务局立即带着罚单找上门来，但这次的罚款可就不只是26亿了，利息、滞纳金全部加满，直接拉到50亿。罚款结果一经公布，学法律的和学金融的都沉默了。欧美财经媒体纷纷发文避雷，互相劝退。但其实对于印度来说，他们的去留无所谓，因为印度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庞大，却没有相应的工作岗位去消化，所以最缺制造业资本，而不是像简介这样的金融巨鳄。你说这吸引外企投资建厂，让劳动者有工作，政府有税收，外企有利润，明明是三赢的局面。脑回路经济的印度人为啥就偏偏选择了开门迎客，关门打狗？其实印度政府也想三赢，但他们的三赢和我们理解的有点不一样。他们对三赢的定义是政府赢3次，不仅要收你的税，还要你提供就业岗位，不仅罚你的款，最后还要联手将你赶出资本市场。印度人的种姓观念、守旧思想非常严重，他们打从心底里就认为外资是拿来坑的。在印度的字典里，似乎根本没有诚信2个字，更不懂得什么叫感恩。只要进了印度市场，就得做好挨刀的准备，哪怕你是实打实的创造就业、贡献税收，也得照样认栽认罚。三星就是前车之鉴，为了开拓印度市场，他们在诺伊达豪掷几十亿美元，建成了当时全球最大的手机工厂，还承诺带动上下游数百家配套企业，让当地上万人安居乐业。可面对这样的衣食父母，印度政府是怎么报答的呢？先宰一刀再说。为了宰三星一刀，印度税务部门可谓是下足了血本。没办法，三星当时的底子够干净，实在查不出什么破绽，但查不出也得硬着头皮查，因为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三星赚了那么多钱，不分点出来说不过去。至于为啥会这么积极呢？因为印度税务的业绩是跟罚款挂钩的，能不能晋升、拿多少年终奖，全指望这个了。为此，这帮税务流氓天天加班，3个税务局合成一个专家组，查了大半年，硬是查到一个细节。2018到2021年，三星为了在印度建5G 基站，从韩国进口了一款叫做 RRH 的部件，既能用作电子元件，也能装在基站上当通信设备。别看用途都是设备，但两者的税率可相差近庭。总的来说，通信设备税更高一点，有20%，而按照印度历年海关分类，这个零件一直被归类为电子元件，也就是收取5%的关税。三星也是老老实实按规定报备缴税，不仅手续齐全，还能翻出历年的海关批文作证。结果三哥一看，既然你合理合法，那就别怪我道德审判了，于是立即换了套说辞，直接说你三星不道德。怎么不道德呢？既然你知道 RH 能用在5G 基站上，就应该主动按通信设备的标准去申报，交20%的关税，还得提醒我们修改法规。但三星没这么做，就是不道德，占了便宜还装糊涂，更是罪加一等。对待这种不忠不义的外企，不仅漏掉的1.176亿税款要补上，还得叠加滞纳金，一共6亿美元。另外，每位高管罚款8100万美元，已是效尤。要知道，2024年三星在印度的净利润才9.55亿美元，这一刀下去2/3没了，跟当年的小米一样，直接白干。同样被罚光老本的还有大众，一次性被罚了14亿美元，理由居然是大量进口零部件，而没有按照整车申报，而整车的税率是30%，零部件才5%，这明摆着涉嫌漏税。在印度税务流氓看来，以大众作为一家汽车厂商，进口零部件用来维修，确实有充足的合理动机，但谁能保证你不会把这些零件拼成整车呢？至于到底拼没拼，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反正有了这个由头就要罚款，把大众10几年的进口零件全按整车标准补税，一口气罚款14亿美元。关键是大众在印度2023至2024财年的销售额才21.9亿美元，净利润更只有1100万美元，哪来的14亿美元给印度？如今全球车市低迷已经很难受了，这不是在往死里搞吗？将来谁还敢来做生意？但印度却似乎非常自信，仗着自己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笃定外资即使心里骂娘，也会捏着鼻子入局。但外资也不是冤大头，一看水这么深，就算再蓝，他也不敢再往里跳了。
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FDI 暴跌，外资大量出逃，一大堆人无工可做。为了稳住失业年轻人，印度政府只能不断用宗教和种姓制度给社会打麻药。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总理第一任期主打经济发展牌，吸引了很多外资涌入，但随着外资逐渐被坑完，进入第二任期后，不再有资源可收割，只能摊牌，经济政策随之转向保护主义。一门心思放在了修大庙、复兴宗教等事项上，并对外资企业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替代政策。就是这么一个奇葩的国家，除非印度能去印度化，否则外资火葬场的名头恐怕很难摘掉了。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高达 7.06 亿吨，是印度的2倍还多，而印度的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出7亿亩，资源优势明显。然而，这个产量落后的国家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力量。反观中国，却成了最大买家之一。为什么粮食不如中国，人口却同样庞大的印度还能大举出口粮食？它到底靠的是什么？回望20世纪中叶的印度，很难想象今天这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曾长期挣扎在饥荒的阴影下。那时的印度尽管地广人多，耕地资源丰富，却因为基础设施薄弱、政策失衡，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一直未能真正摆脱粮食紧张的状况。尤其是在1960年代中期的连续2年干旱中，全国粮食产量锐减，政府不得不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来维持基本供给，甚至一度推行限量配给制度。彼时的印度，每人每天所能分得的粮食不到400克，饥饿几乎成了全国普遍的生存状态。粮食问题不仅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活，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政局的不稳定。为了帮助印度渡过难关，中国甚至在自身尚处于困顿时期时，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这样的雪中送炭，也足见当时印度粮食形势的严重。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仅靠进口和临时调配无法根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启动了被称作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通过引进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大范围推广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率。尤其是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绿色革命最先取得突破，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从那一刻起，印度农业开始告别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现代农业道路。不过，要真正扭转整个国家的粮食局面，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在政策层面做出的调整更是关键所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农业投资重新被提上日程，财政支出逐步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特别是在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方面投入大幅增加。此外，政府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体系，设立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土地开发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紧张问题。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农业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耕地资源趋紧，加之第一轮绿色革命的红利逐渐消退，农业增速又开始放缓。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敏锐察觉到这一隐患，提出了第2次绿色革命的战略构想。这一轮改革的重点，除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外，更注重体制建设与全产业链联动。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资，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大学和推广站，鼓励农业人才深入一线，指导农民改进种植技术。同时，还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财政、税收、技术等方式，引导农产品由初级形态向深加工转变，提高整体附加值。这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单一依靠初级农产品出口的路径，也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粮食产量的持续上升和内部供需的结构性改善，印度逐渐具备了对外出口的能力。从上世纪末开始，印度的大米、小麦出口稳步增长，出口目的地涵盖中东、非洲、南亚甚至欧洲。据统计，印度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稻米出口量前列，成为继泰国之后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如此，印度还积极将棉花、香料、豆类、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出口规模逐年扩大，农业创汇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年被迫依赖进口、饥荒频发的粮食告急国，到如今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玩家，印度完成了一次跨度半个世纪的农业逆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出口数据上移开，去看印度普通百姓的餐桌时，一个令人尴尬甚至沉重的现实随之浮出水面。这个每年出口上千万吨粮食的农业大国，却依旧有着数千万民众长期生活在饥饿线上。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印度至今仍是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2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发育迟缓、体重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时候粮仓里堆满了谷物，但农村贫民窟里的人们却为了一顿饱饭而四处奔波。这种反差不仅让人追问，为何一个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出口日益壮大的国家依旧无法喂饱自己的每一个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粮食总量的不足，而在于分配机制的失衡与结构性的漏洞。印度的粮食分配体系长期依赖公共分配系统，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依靠定点发放粮食补贴的系统。理论上讲，它覆盖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基本的口粮保障。但现实中，这个系统一直存在效率低、腐败多、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拿不到配给，而中间环节的粮食却被层层侵吞，甚至流入黑市。即便粮食本身充足，也难以精准地送达到每一个饥饿的胃口。除了制度漏洞，城乡差距与区域不均也在持续拉大印度的隐性饥饿问题。绿色革命虽然提升了总产量，但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几个邦，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水利条件好，政府扶持力度大。而像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等东部和中部邦，由于地理条件差、投资薄弱，粮食生产能力一直较低，民众对政府粮食补贴的依赖程度更高，生活风险也更大。这种区域性的农业发展不平衡，使得有粮却饿人的现象在印度变得常态化。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成就背后的结构性贫困。印度大多数农民是小农户，土地细碎，经营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遇上气候异常、病虫害或市场价格波动，收入便大幅缩水，生活极易陷入困顿。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机会匮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往往又因为缺乏技能与社会保障而沦为城市平民，继续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徘徊。更深层的原因还涉及到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姓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公。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群体，在教育、医疗、土地等资源上始终处于边缘，缺乏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的通道。他们即便生活在粮食主产区，也可能因为社会身份的限制而难以获得公平的分配和政策扶持。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印度农业成就无法惠及全民的又一道隐形屏障。与此同时，粮食市场的资本化趋势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在印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型粮食贸易商、跨国出口公司和本土资本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流通和定价权。与其说国家选择出口，不如说是资本在推动出口。对这些掌握物流、收储、渠道和金融杠杆的大资本而言，粮食出口利润更高，回款更快，风险更可控。与其费心在国内低价销售，不如将优质农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国际粮价上涨或政府出台出口补贴政策时，资本更倾向于将大量粮食集中出口，而不是留下来满足本国的基本民生需求。因此，尽管印度的农业生产在数字层面实现了巨大跨越，但要真正解决全民温饱的问题，仅靠产量增长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正视并逐步破解，当粮食真正能走进贫民窟的锅里，而不是停留在出口报表中，印度才能真正告别饥饿。让每一位农民不仅能种出粮食，还能吃饱饭；让每一位孩子不仅能进学校，还能有营养的成长。这才是印度农业崛起的最终价值，也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